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个神奇的网站。这个网站不仅能够买卖虚拟货币，还能通过微信和支付宝支付，而且你还能买到低至6折的各种礼品卡，还有预付费卡。如果说你使用得当，你还能够实现资金在境内境外的一个自由的流转。你想知道这个网站是什么吗？那就继续观看我的视频吧。我的这个频道主要是讲境内外银行账户的办理，资金如何在境内外的一个自由的流转，以及个人理财的一些知识。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就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的更新啦。好了，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网站就是 Paxful， 下面我在电脑上向大家演示如何去进行操作。好的，现在跟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去购买比特币。首先我们来到首页，然后点击购买比特币。我们首先去选择一下我们购买比特币的一个方式，点击全部显示。这边的话它一共是全部有359种的那个购买的方式。我们最经常用的就是支付宝和微信嘛，所以说它是属于网络钱包。然后第一个的话是支付宝，我们先点进去看一下。好的，这边的话数量的话我们先不用选，然后货币的话它是全世界很多货币都是可以支持的。然后你选择支付宝的话，它默认的话就是人民币了。好，然后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出价的一个列表。首先这是卖家，然后下面这个的话是87，代表它一共是有87个好评。然后这个的话是代表它是刚刚有登录过的，现在是在线的。就你现在去向它买的话，就是基本上是可以马上成交的。但是像这个的话，就是像鉴于31分钟前，也就是说它31分钟前是在线的，现在的话那个可能是离线了。如果说你向他发起交易的话，他不能够马上去回复你。购买方式的话，支付宝，然后信任好评，这个是卖家他自己写的啊。这个线上付款的话，就是卖家对这笔交易的一个备注啊，比如说这个是线上付款啦，还有的是无第三方啦，还有的是不需要是身份验证啦，这样一些备注。好，在后面的话就是每比特币的价格。因为你现在是购买，我们买的时候肯定是价格是越低越好的，所以说它系统的话在这边会将卖家的出价按照从低到高的一个顺序去排列。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最低的，它是68916.82，第二个的话是稍高，第三个的话就是更高的一个出价。后面的话是货币单位是人民币，获得的美元是0.99。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你花费1美元，你只能买到价值0.99美元的一个比特币。就是说你现在去买的话是那个吃亏了0.5%的，后面有一个就是0.5%的一个溢价。你点一下旁边这个问号的话，它也会提示你。好的，后面的购买限额，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卖家这里只能最低你要买70人民币，最高的话你只能买100人民币。就是说这个卖家的话就是小额的一个交易。好，你再往后面去翻的话，可以看到后面有支持500到3万的，然后有支持200到15000的。我们怎么去选择那个通过哪个卖家去买呢？首先第一个的话，你就是肯定是价格是越低越好的了，卖价是越低越好。所以说我们看第一个最低的话，但是它只能买70到100人民币。所以说如果说你的需求是超过100的话，你从它这里买就是满足不了你的要求的。所以说你往后面你可以去看这个500到3万的。但是它的溢价的话是比较高的，是2.24%。所以说你就也要在这里做出一个权衡嘛，到底是
如果你买的金额小的话，就是肯定第一个就是最方便了。但是如果你准备了4、5万要去买的话，你就去选后面这些，但是溢价也是比较高的。好的，现在跟大家测试一下这个购买的流程啊，我们就以第一个最便宜的为例子吧，我们点击购买。好，然后这边的话，支付方式，也就是说你要买多少人民币的啊？比如说它这边最低是70嘛，我就先买70吧。买70人民币的话，一共是收到这么多的比特币，然后下面提示说，你获得了价值69.61的比特币，就是说你吃亏了一点点。好，再往下面看的话是这个付款方式是线上支付，然后这个费用的话就是如果你是买的话是没有费用的，买比特币是没有费用的，但是你要卖比特币的话，这个地方是有费用的，它只是向卖家去收的，一般是在0.5%到1%左右。这是购买的限额，然后卖家的出价，然后时间限制是30分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现在开始了交易，在30分钟内，如果你没有付款，这个时候交易就是自动会取消掉。那如果说你是卖家的话，就是如果30分钟内卖家没有付款的话，买家没有付款的话，这个交易也是会自动取消掉的。好，下面的话是出价的条款这些，下面的话我们看一下它的评价是88，也就是评价还算是好的。好，下面它的一些交易的备注就是说如果说我2分钟内没有回复你，请取消交易，不要重复打开交易，谢谢。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可能的话，你是半夜3点钟去买比特币的，但是人家卖家已经睡觉了，这个时候的话你去叫他肯定是没有反应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直接去取消交易，然后再重新去找一个卖家就是可以了。好的，如果这些条款都没有问题的话，你点击一下接受就可以了。我们再往下面看一下，下面的话就是说的是一些买家的一些评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我们直接去点击立刻购买。好的，我们现在去点击立刻购买。最小的交易额度，我们可以看到它最小的话是70.28所以说我们就点71吧，点立刻购买。好的，在这个就到了我们的购买的一个界面好，这是一个提示。一般的话，你在这边发起交易了之后，卖家的话会发给你他支付宝的一个账号。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去打个招呼，先打个招呼。好，然后我们就稍等一下，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左边就是说先支付71，然后支付方式支付宝，然后支付成功之后的话，我们在这边点一下已支付，然后卖家那边去确认收到钱的话，它就会释放比特币。这一点的话和我们在支付宝购物是一样的如果说你不想要了或者说你超过2分钟它没有回复，然后我们直接点取消就可以了。我们看到这边的话，卖家已经回复了，他传了一个附件，然后我们把它点开，这是他支付宝的，这个应该是他支付宝的一个付款码。我们去支付宝去扫一下，付下款。好的，我这边线下的话已经支付宝支付成功了，然后我这边去点已支付。这边的话它已经提示你这样防止诈骗嘛，然后我们直接点已支付就可以了。好的，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右边已经成功了，卖家已经将比特币发送至买家的一个钱包。成功了之后的话，然后我们在这边的话可以选评论嘛，然后我们选随便去打几个字，好的，然后留下一个评价。然后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钱包里面去看一下。这边的话，我们买的比特币是已经到账了。我刚刚的话没有买之前的话是有一部分钱的。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已完成的交易这里，筛选一下成功的交易。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这笔交易已经是成功的一个状态了。这个的话就是如何去购买比特币。那你买到了比特币之后的话，如果说是想存起来不打算去卖，或者说你想把它转入到自己的一个比特币钱包里面的话，它也是可以去发送的。我们直接到钱包这里面，然后去点那个发送比特币，然后的话你就可以把你的比特币去发送到你的钱包里面。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把你的地址去输一下但是如果说你是要那个发送比特币，也就是说提取比特币的话，这个时候平台是要收取一定的费用的。具体的费用的话，大家可以在下面这个常见问题和帮助中心这里去看到它的一个费率的支持。在这里的话，我就不向大家去进行演示了。另外的话，如果说你想把你另外钱包的一些比特币发到这个网站来进行买卖，去卖掉，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这个地址复制一下，然后把你钱包里的比特币发送到这里，就可以来卖了。好的，另外的话，这是第一个功能我们购买比特币。然后第二个功能的话，我们看一下出售比特币。出售比特币的话和购买其实功能大同小异了。首先你第一个的话也是去选择一下你接受的支付方式比如说我想把那个比特币卖成那个美元，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的话想用的支付方式的话是银行转账。然后货币的话，我们去选一下美元，搜索一下出价。好，在这个时候的话，它这边就是给你了一个出价的列表。我们在卖的时候肯定是卖的价格是越高越好，所以说这个时候它的排序就是价格最高的话是在第一个，然后下面是第二个。这边的话是一样的，我就不介绍了。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你这边卖价值1美元的比特币，你其实是可以获得2美元的。它也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交易成功的话，你可以赚1倍。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溢价，或者说它的一个这个网站交易的一个主要的风险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它的一个购买的方式、付款的方式。就是如果说这个付款方式的风险越低，它的那个溢价是越小的，但你风险越高的话，它的溢价就是越大的。这个银行转账为什么会溢价这么高呢？我们点进去看一下。我们随便输一下，它支持是10刀的。好的，就你卖，就是说你收到10刀的，但是你只用支付5刀的一个比特币，是不是很诱人呀？好的，我们这边看一下费率它银行卡的费率一律是0.5%，那你电子钱包的费率的话是1%的。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坑的话就是时间限制，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作为一个买家的话，这个时间限制对你来言的话，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就是你创建了一个交易之后，你在买的时候你创建了这个交易，如果说你不想买的话，你是可以随时去点那个取消交易的。但是你是一个卖家的话，如果说对方的买家的时间限制是6个小时，也就是说一旦你创建了这个交易之后，然后如果说买家这个就是买你比特币的这个人他没有回应的话，你这个比特币一直要锁死到6个小时，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操作它，因为它已经锁在那个托管里面去的，你既不能去取消，也不能去那个把它提出来去继续去卖的所以说大家如果在这个平台上面去卖比特币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时间限制。我之前的话有一笔就是没有去仔细看，结果我比特币锁了3个小时，一动不动，没有办法。
我一般的话就是会选择时间限制在半个小时以内的买家去成交的，要不然的话，他不给你付钱的话，他去睡觉了，他不理你的时候，你这个时间的话就是白白的去浪费掉了。好，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它的条款，因为是英文嘛，我们就把它直接去翻译一下。翻译一下，看一下，请仔细阅读啊，删除详细信息，要去联系他这个通讯录里面的这个号码，然后留下反馈啊。所以说这个交易为什么它出价这么高？为什么说它要6个小时？就是因为它是要你脱离这个平台，然后去联系它这样一个信息。所以说这个就是属于一个高风险的一个交易啊，所以说它才可以出这么高的一个价格。好的，所以我们这个风险太大了，我们就跳回。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啊，这个是的话美国银行的，然后我们点进去看一下，它的溢价是9%。好的，但是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费用也是0.5%，然后它的购买限额是2000刀到3万5000刀，时间限制是30分钟。翻译一下，他这边说的话就是你要把你的那个银行的一个账户去提供给他，然后的话，他就会转账给你，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这个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它的出价的话是比较诱人的，然后时间的话也是很短的，但是的话，它的购买限额是比较高的，就是2000到35000刀，就是最低的话，你要有2000刀的比特币才可以去给它进行一个交易。这个的话，所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风险就是，他银行你把你的账号信息去发送给他，然后他银行去转账给你。那转账的话，有可能会有一些伪造的转账啦，因为我们知道银行呢，美国的话，它很多银行呢到账并不是一个实时的到账的。它一般的话要经过2到3天一个时间，这样的话对你来说其实是构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好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下面的话都是一些银行转账的一些，但是银行转账的话，相对于一些虚拟支付的话，它的一些风险还是比较小的。比如说的话，我们用 PayPal 去支付的话，它其实这个风险是很大的。这个溢价是50%，我们点进去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话，它网站会对你做出一个警告的，就是 PayPal 的话是一种风险较高的一个支付方式，然后要你风险自担。为什么说 PayPal 是一种风险较高的一个支付方式呢？你在这个地方去卖比特币的话，你其实就是一个卖家，但是 PayPal 的一个政策的话，它就倾向于保护买家的。如果说你在这里去卖掉了比特币去交易成功了，比如说你是100刀的一个交易，好，然后对方的话把100刀的美元，然后发送到你的一个 PayPal 的账户里面去了。但这个100刀的话，这个钱你收到了之后的话，是暂时是不能够去用的，不能够去转账，也不能够去提现。因为的话，它会有一个 PayPal 的话政策，它会有一个保护期啊。我在它官网上去查的话，它那个保护期的话是那个21天，是21天的一个保护期。在这段时间内，如果说这个买家的话，他向那个 PayPal 提起来一个申诉比如说，我没有收到我的货物，或者说我上当了，我才付出来这笔钱的，这样子的话，那个 PayPal 就会把这个100刀从你的账户里面扣除，然后去返回给这个买家。那我在我电报群里面看到另外一个小伙伴就说，他都已经交易成功3个月了，3个月之后，这个钱还是被那个买家申诉，然后去退回去了所以说这个 PayPal 的一个风险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建议大家如果说不是熟人关系很好的人，不要去通过 PayPal 去进行一个交易，要不然的话是很容易去受骗的。然后我们再跟大家去看一下，如果你去卖比特币的时候，这个卖家的一个界面。
好的，这边我可以看到有人的话向我去买比特币了，他是通过 PayPal 支付的这样一个形式去购买的。好，他这边的话是要一个发票的。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可以看到，然后我这边的话其实是这边的话我是演示创建的，其实并没有是真正的去想买，但是我们看到马上就有人来买了。我们看一下这个买家的一个信息啊，它是首先第一个的话，它是刚刚上线，它有7个正面的评价，0个负面的评价。然后看到啊，它红色的一个警示，它是没有验证身份的，然后它的电话号码也是没有验证的。它是有4个交易伙伴，9次的交易。这个时候的话，我就在想，我要不要给他去交易呢？如果说交易失败了，或者说他到时候如果说他要撤销他的一个 PayPal 的交易的话，怎么办呢？他既没有通过身份验证，也没有通过电话验证，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我其实是不太想去和他进行交易的。有2种方法，如果你不想跟他交易，一种方法的话就是你直接告诉他，哎，我这边的话请求取消交易，然后让他那边的话去直接取消。另外一种的话就是你不管他，然后让他这个倒计时结束，然后他就会自动去取消了。这个时候的话，我选择不管他。因为如果说你去直接跟他说去取消交易的话，这个买家的话，他有可能会去举报你去虚假交易啦，或者举报你去诈骗啦，或者什么什么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直接不理他，然后等过25分钟，它自动会取消这个交易的。另外的话，第3个功能就是创建出价。创建出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创建了一个出价之后，然后你的一个买比特币或者说卖比特币的一个需求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就会出现在这个出价列表这里，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然后对方的话会去通过然后对方的话如果说浏览到你的出价，然后他觉得你的价格是合理的，就会主动的向你发起一个交易，这个就是创建出价。创建出价的话，一个是出售，一个是购买。支付方式的话，你这边可以自己去选比如说我选 PayPal， 然后货币的话，我们选一下美元，这边可以直接去搜的。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右边这里右边这里的话，看一下客户是使用 PayPal 向你付款的，然后选择支付方式的托管费是1%，也就是说，你如果说有成功的一个交易的话，你要付1%的托管费去给那个网站的。但如果说你选择那个银行转账一些风险比较低的一些交易手段的话，它的托管费是只有0.5%的。就0.5%。好，我们点下一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让你选择这个价格。比如说你现在是卖比特币的，卖的时候肯定是卖的是价格是越高越好所以说你这边的话就是加号往上加。比如说你想比市场价高15%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会提示你说将获得高于这个时候的话，它这边的话就会提醒你将在每笔销售中赚得15%，然后你的托管费的话是1%，也就是说你如果成功的话，你就可以赚到14%。好，但是如果说你现在用是 PayPal 的一个支付方式嘛，你的风险比较高，所以说我就想贱卖掉，或者说我比较急着用钱，我想把它贱卖掉。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可以去选一下，你就说然后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损失10%，托管费为1，也就是说你成功了之后，你会损失掉13%的钱的。好的，这是这个意思。然后这边的话，最低交易金额就是最少的话就是10刀，或者最高的话是这么多随便就可以了。然后出价的交易时间这个交易时间的话，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吧。我一般的话就是从来不超过半个小时的，因为超过半个小时的话就风险很大了。然后点下一步这边最多是5万，点下一步。好，出价的标签的话，就是刚我们看到这边可以是直接去选的，这个的话就是你填不填都无所谓。给买家的一个出价条款，这个地方你就可以随便
随便去写，然后这边的话都是可以看到的。那如果说你不写的话也是没有关系的，这边这个是必须要写的，比如说又快又好。好的，然后这边点那个创建出价，然后这边的话去选一下标签，标签的话就是可以去多选，直接去选就可以。你的出价标签就是你自定义的，你填不填都无所谓。然后买家的一个出价条款的话，就是你可以去，就是你点进去购买那个页面，然后去看到那个东西。交易指示的话，就是你点购买比特币，然后进入到那个买卖聊天界面的时候，你能够看到的一个东西。比如说的话，你那个2分钟没回复，请取消，好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点创建出价，好，成功了。这个时候你可以这个分享一下，分享给其他的小伙伴。然后在这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你现在一个出价，而且我们这边的话是可以直接去编辑的。我们点一下这里一个编辑，就是从头去那个再去给你确认一下，每一步都是可以去编辑的。然后这个时候的话，跟大家再去确认一下这个位置啊，这个地方刚刚是遗漏了，就特殊的一个交易规则。好，这个就是创建出价的一个介绍啊。下面是钱包，钱包的话就是刚刚已经大家去看了，就是看你现在有多少比特币，你现在的市值是多少，然后充值的话就是你去买，或者说去通过其他的钱包去发送，这个的话大家自己去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其他的话就是一些比较次要的功能，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行去了解。以上的话就是这个网站关于如何去买卖比特币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演示。如果说你把这个网站仅仅是当做一个买卖比特币的一个网站的话，其实就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了。因为它这个网站支持300多种付款方式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不同的付款方式去做到自己资金或者比特币的一个自由的流动的。如何去做呢？我跟大家提供一个思路。我们经常会在淘宝或者闲鱼上看到很多买卖礼品卡的或者买卖预付费卡的。他们大多数的货源的话都是通过在这个网站上来进的。下面跟大家演示一下他们是怎么操作的。首先的话，选出售比特币，然后接受的付款方式比如说我想搞一个那个美亚的礼品卡，就选择礼品卡，然后我想搞一张100块的礼品卡。好，搜索一下出价。好的，可以看到它这边的话有个礼品卡，这边的话都是需要收据凭证的。这边的话是实体卡，这边的话是无需身份证，无需收据。好的，价格的话都是有29%的一个溢价的，所以说我们这边就选第一个，点进去。点进去了之后你这边看一下，你收到100块的一个礼品卡，但是你实际上只用支付68.92%的一个比特币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所以说你现在可以到淘宝上面打开去看一下他们的一个礼品卡的一个售价，大部分的话都是原价的60%的一个售价。比如说100刀的一个礼品卡，它在淘宝上面只卖那个60刀，或者只卖70刀这样的一个价格。下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托管费用是2%，因为这个的话风险很大，所以说它的托管费用的话也会比较高为什么说风险很大呢？你可以到淘宝店里面去看一下那些淘宝买家的一些留言，有些留言就是说，我用了这个礼品卡，我的美亚号马上被封掉了，或者说我这个卡的话是废卡，不能够充值的这个是因为
这些礼品卡的来源的话，其实很多是来路不明的，它有可能是盗刷别人的信用卡去买的礼品卡，然后的话被发现这个盗刷了，这个美亚的话就会把这个礼品卡给作废掉，或者是说有一些黑客去采用黑客的一些方法去无中生有去生成的这种礼品卡。如果说你想占这个便宜，想去用这个卡的话，建议你买完之后马上去用。这个其实是第一个路子，你通过出售比特币，然后去换取比较便宜的一个礼品卡。好的，大家在上面卖比特币的时候一定要去小心，因为你比特币交易是不可逆转的，你一旦把你的比特币去发送给对方的话，你是追不回来的，是无论如何也追不回来的。但是的话，对方他把钱发给你的话，他是有可能会把这个钱给追回的。那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谨慎。就在我刚刚制作视频的时候，我收到了 Paxful 发来的消息，有人要购买我的比特币。在我和购买者交流了几分钟后，我发现他是一个赤裸裸的骗子，而且他的行骗手段非常的高明。如果说你准备在 Paxful 上面买卖比特币的话，那么你就非常有必要去了解这次行骗过程的始末。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请点击屏幕下方的链接加入我的电报群，我会在我的电报群里面分享这次行骗过程的内容。如果说你想避免受骗，请一定要点进来看一看。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说你觉得我视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内容的更新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